肖邦在很多人心目中只是一位沙龙钢琴家，很多不了解肖邦的人常常会对他作为一位作曲家的基本能力抱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们常常认为这小伙子根本就只会写钢琴曲啊，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室内乐，而且完全没有交响曲跟歌剧这种大规模的作品。少数有用到管弦乐团的作品，也只是充当钢琴的伴奏，没有什么分量，而且管弦乐法也非常的粗糙。比如说你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这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开头管弦乐团的齐奏，听起来非常的笨重。另外一个肖邦常常会被误会、被质疑的事情，就是他对于多声部音乐写作的能力。有些对肖邦不是很理解的人，可能会以为他的音乐都是像夜曲那种旋律加上伴奏的沙龙音乐，而且肖邦一辈子几乎没有写过任何的副歌。所谓的副歌，简单来说就是会有很多声部互相对位模仿写出来的曲子，它被认为是一种最标准、最极致的多声部音乐写作方式。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特别介绍过副歌的细节，有兴趣可以点开来看看哦。在一些刻板印象中，副歌的写作能力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作曲家好坏与否的必要条件。音乐学院的学生都要学习如何写作副歌。很多肖邦的前辈们，像是海顿啦、莫扎特啦、贝多芬，也都留下了很多重要的副歌作品。而肖邦自己的偶像巴赫，也是副歌大师中的大师。但是肖邦一生中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副歌的作品。好啦，严格来说的话，他其实有写过一首副歌啦。这首副歌曲推测是在1841年他21岁的时候创作的。如果只是一般的学生写出来的作品，那其实还算可以啦。但是以一个大师的水准来看，这首曲子就显得非常的平庸。它只有2个声部，而且很多地方都写得蛮粗糙的，并没有把声部之间对位发挥得非常的完整。不过肖邦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式的作品，可能只是无聊的时候随便写写的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能太认真看待这部作品。所以基于刚刚讲的这2个原因，缺乏管弦乐作品，还有缺乏副歌曲的作品，这就成为了肖邦最常被怀疑的点，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误以为只是个肤浅的沙龙钢琴家而已。如果仔细想想看的话，第一个理由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他的管弦乐法确实写得不太好。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第1号钢琴协奏曲开头的管弦乐齐奏，它听起来相当的沉重。我小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无法对这首曲子产生任何的好感。肖邦的管弦乐法确实不是最顶尖的，不过那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对管弦乐缺乏兴趣，从来就没有想要特别去钻研。所以 OK， 第一个理由或许有道理，肖邦的管弦乐法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第2个理由呢，那就是天大的错误了。肖邦的多声部写作不止不差，而且还非常的厉害。他没有留下完整的副歌作品，可能只是因为他不喜欢在这种严格又生硬的规则底下创作。但是在他其他作品里面的多声部写作，尤其是他晚期的作品，比如说第4号叙事曲啦、第3号钢琴奏鸣曲啦，他们简直就到达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事实上，肖邦的对位法技巧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露无遗了。比如说这首第1号钢琴协奏曲开头的管弦乐齐奏，虽然它一开始听起来蛮沉重的，但是到了最后面钢琴独奏出场之前，就有一段非常精彩绝妙的对位写作。虽然可能乍听之下没什么，但是这段音乐其实真的写得非常的厉害。他把前面出现过的主题都总结了在一起。怎么说呢？要理解这段音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我们要先来复习一下这首协奏曲之前出现过的2个重要的主题。它的第一主题就是你一开始听到的那段，这个旋律。
我们把它称为是素材 A。那它的第二主题呢，是另外一个优美的旋律。当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的那个音型，这是一个下行音阶的音型，我们把它称为素材 B。这个素材 B 虽然在这里看似不起眼，但是它在之后会发挥很重要的功能。它在这整个第二主题里面就一直出现。我们来听听看，我会把这个素材 B 出现的地方都标出来。所以我们在得到了这两个重要的素材，素材 A 跟素材 B，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刚刚我说很厉害的那最后一段，来看看肖邦怎么把这两个素材结合在一起。首先是素材 A 不断的被重复往上，当这个旋律达到最高点的那个时刻，人在另一方的长笛吹出了素材 B， 之后各个声部就排山倒海的模仿它演奏这个素材。首先是大提琴，然后是低音管，然后是第一小提琴，然后他跟中提琴一起做了一个中指式。在中指式之后，接到了大提琴跟低音大提琴，他们把刚刚这个素材延伸，变成了一段新的旋律。我小时候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这段大提琴只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新的旋律而已。但是当我有一天翻开了乐谱，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旋律，而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过的素材 B， 而且从前面那些声部之间互相模仿，像是接力赛一样的接过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段音乐实在是太美妙了。我们再来完整听一次看看，这次请你仔细的观察这些互相模仿的旋律。这整段音乐环环相扣，像是丝绸一样的绵密。听了这段，还会有人认为肖邦不懂得怎么写作多声部音乐吗？还会有人觉得肖邦只会写简单的沙龙音乐吗？肖邦在逝世之后100多年之内的时间里面，他的声名没落了好长一段时间。就像前面说的，因为他缺乏大规模的作品，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都停留在沙龙钢琴家，而不把他当一回事，也遗忘了他在作品中留下了多么惊人的传奇。根据传奇大师阿劳的回忆，他在1954年跟指挥克伦贝勒合作这首钢琴协奏曲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位指挥家居然对肖邦一无所知。克伦贝勒甚至在排练这段乐团齐奏的地方的时候，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停下来跟乐手说：“哇哦，各位先生，这位肖邦还真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耶！”
这段故事是我在焦仁溥老师的《听见肖邦》这本书里面读到的，非常的有趣，但是也不让人意外。即使随着肖邦大赛的兴起，让肖邦在20世纪开始奠定了应该有的名声，但是至今大部分的人在听这首协奏曲的时候，仍然只关注钢琴独奏的部分，对这段乐团开场的起奏大多是批评它的管弦乐法有多么的沉重，而遗忘了里面美妙无比的音乐细节。肖邦的音乐值得我们一再的探索。感谢你看完了这部影片。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次见。